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93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双361度的 AG3 Mid 阿隆戈登的最新一代签名鞋。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虽然网上刚有图片出来的时候是高帮的版本，但是到正式发售之后，中帮版本却先来了。中帮跟高帮相比较的话，你觉得哪一个会更好看一些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中帮的看上去就明显没有高帮版本看上去那么的协调。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民狠行配色，以粉色以及白色为主，猛男最爱。后跟处左右脚分别印着 AG 的字样，而上半至鞋面的中底材料上面分别是戈登的签名以及他的背号50号。在鞋头的白色部分有一段有点像是摩斯电码的图案，那具体是啥意思？大家可以去网上研究一下摩斯电码。鞋舌以及鞋身侧面的 TPU 上面都有着一个戈登的个人 logo， 而在大底上面的红色橡胶上面分别有着 Unknown、Life、Balance 以及 Roots 4个单词，并且分别有着4个不同的图案对应着，在细节方面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这2年361度在配色以及外观方面的提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哪一个鞋款，先不说实战行不行啊，外观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一旦有一双鞋在实战方面有比较不错的市场反响之后，那这一个配色真的是一个接一个来，永远都不会停下来。而且每一个出来的配色都非常的好看，在配色这一块上面，361度真的算是玩明白了。但是随着设计师曹亮转投特步之后，戈登这一个系列算得上是出道即巅峰了。AG 这一个系列一直在走着下坡路，而 AG1 Pro 也是不断的在进行着补货。我估计只要 AG 这一个系列没有好的新产品出来，那 AG1 这个鞋款就永远会进行补货。反观特步，在曹亮来了之后，不管是在团队鞋款方面，还是在球星的签名鞋方面，在性能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升。玩配色确实可能会有比较不错的短期内的市场回报，但是真真切切做出优秀的产品，这才是王道，难道不是吗？这双 AG3 代在实战方面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那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仔细的说一说。老样子，我们还是从它的大底开始说起。球鞋的大底纹路分为4个分区，2个对角之间的纹路以及颜色是相同的。粉色的区域为弧形的纹路，而白色的区域则是一种不太规则的纹路。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可以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不过在吸灰方面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它的抓地力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的，需要不断的用手去擦拭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不过大底的纹路还算是比较深的，并且纹路的粗度也是比较可观的。虽然大底使用的橡胶材料硬度是比较偏软的，但是用它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水泥地的话还是够呛。而在中底方面，使用了全掌的异刃缓震科技，虽然这一次依旧还是老样子没有在内外侧做出任何的加固包围，但是由于这一次它的中底调教是非常硬的，硬度跟普通的 EVA 材质会比较相似，在脚感方面没有那么的优秀。不过这样的做法我是认可的，放弃掉一定的脚感，但是让它在后跟的稳定性方面得到了保证，不会出现因为缓震材料形变过大而出现的稳定性方面的问题。球鞋的后跟立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有往任何一侧偏移的情况。而中底较厚的缓震材料让它在缓震的极限方面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我180斤体重，单纯用脚后跟落地也感觉不到明显的震脚感，缓震的极限绝对是 OK 的，并且较硬的中底调教让它在反应性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出现明显的泄力感，脚底下的感觉还是比较直接的。这一双鞋的中底并没有太多的槽点，还是非常适合一些力量型的锋线球员去进行选择的。而在中底方面比较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在场地感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那如果你比较注意这一点，那这一双鞋不会是你想要的。这一双鞋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一双鞋的前掌上翘弧度是非常大的，有点韦德之道9的那一种感觉。在进行全场实战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种设计所给你带来的非常优秀的整体滚动感，表现非常不错。而在鞋面方面，是这一双鞋令我比较失望的一个地方。球鞋的鞋楦宽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但是在鞋头的上方空间是比较大的，并且很怪异的一个地方就是球鞋在内侧也是比较空洞的，就是在鞋头处
处这一块白色的区域部位。球鞋的外侧其实与脚型还是比较贴合的，但是内侧却偏宽。这双鞋的鞋楦是非常奇怪的，要找到能够适配这种鞋楦的人真的不容易。难道只有像戈登本人一样的脚型才能够适配吗？我是不相信的。而像我这样脚型略微偏窄的朋友，那如果你穿这一双鞋去进行实战，能够明显感觉到它在前掌的包裹是有点差的。双脚在鞋内的前半部分基本上就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在做变向或者是横移动作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双脚在鞋内的位移，体验感比较糟糕，并且鞋带的调节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很难将它拉紧，即使拉到很紧，在前掌的锁定也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好在中后段的锁定做的是没有问题的，系紧鞋带之后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现象。整体在包裹锁定方面，除了前掌的锁定比较拉胯之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都还算 OK， 并没有什么问题。球鞋的鞋面强度是非常优秀的，鞋面材质的延展性是比较小的，并且在外侧都有着热熔材料的进一步加固，在球鞋的外侧也有着 TPU 键的进一步加强，让这一双鞋在侧向支撑方面表现非常优秀。不管你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而大面积的 TPU 键让这一双鞋也拥有了极强的整体刚性，用手很难将它扭动，并且中底的红色 TPU 键一直延伸至了球鞋的后跟处，再加上后跟内部还有着一块硬度比较不错的钢宝，让这一双鞋在后跟处的支撑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而在足弓处虽然并没有做出非常明显的内收以及上翻，但是中间部位的动态鞋带孔是正好就处在你的足弓位置的，拉紧鞋带之后还是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足弓处的支撑，完全没有问题。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是 OK 的，球鞋的大底非常的宽大，并且在前掌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外扩，再加上它较硬的中底调教，虽然球鞋的中底重心并不算低，但是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 AG3 Mid 重量是438克，在重量方面的表现并不是很好，但是这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重量。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减，这一双鞋在我穿着实战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普通。非常普通，没有任何一个亮点。作为一双品牌当家球星的签名鞋，完全是不合格的。不管外观啊、配色啊，你再怎么下功夫，一双实战鞋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实战性能。它的实战性能只有这样的表现，根本是行不通的。除了在支撑抗扭方面表现确实还不错之外，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只处于一个够用的水平，并且这一双鞋的鞋楦真的是有一点奇怪的，整体体验就非常的普通，甚至比不上别家的一些中低端的鞋款。361度不会真的想要拿着 AG1 Pro 和大3 Pro 这两个鞋款卖个10年吧。不过，如果你是偏力量型的锋线球员，需要比较高的缓震极限，对于球鞋的整体强度要求也比较高，那这一双鞋你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不过现在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实战性能跟它的售价是完全无法匹配的。我觉得后续2开的时候再进行购买，那还是挺香的。那如果你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在长度方面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鞋楦算是正常宽度的鞋楦，那建议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购买这个鞋款，我建议还是去进行试穿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进行购买，因为它的前掌鞋楦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怪异。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